朋友们好，我是老吴，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生酮少糖能为我们身体带来的10大好处。第一，强化修复大脑，预防痴呆。离开了健康的脂肪，人类的大脑将无法正常运作。我们的大脑组成中，脂肪的含量高达60%，大脑重量约为全身体重的2%，所消耗的能量却占全身总净息耗能的20%。食用健康的脂肪是构建出使大脑神经与身体所有器官进行沟通的细胞膜主要的关键。相比之下，过度摄取糖类和谷物会阻断胰岛素作用，使其无法调控正常的细胞活动，并导致慢性发炎，最终会造成神经损伤。糖类和阿兹海默症之间的联系在2005年被首次披露出来，这种疾病又被称为3型糖尿病。研究结果显示，患有糖尿病的患者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会增加2倍。目前由新冠病毒造成的脑雾症状会降低我们大脑的认知和记忆功能，甚至还有味觉嗅觉丧失的现象。已有研究显示，此为为了对抗病毒，人体自身免疫反应破坏了血脑屏障，产生破口，致使病毒、细菌等有害物质入侵了脑细胞，导致大脑部分功能短时或长期失调。而过度糖类摄取导致的慢性发炎，恰恰会加剧此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和严重性。当我们长期食用健康的脂肪，在生酮反应下，我们能够将脂肪作为能量代谢的主要物质，大幅降低由葡萄糖功能所产生的过量自由基促盐因子。尤其摄取富含 DHA 和 EPA 的 Omega-3， 可以修复大脑神经元细胞，并促其增生。大脑利用酮体的效率比葡萄糖高出20%，此时大脑的清晰程度会明显提高，进而能够降低出现痴呆的风险。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2大好处，抗癌。近年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导致癌症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基因突变。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癌症的形成过程中，最先发生的是细胞线粒体因自由基持续攻击所导致的发炎损伤。线粒体是人体每个器官细胞中最小的能量 ATP 分子生产细胞器，代谢活性较高的器官如肝、肾、肺、肌肉等，每个细胞含80到2000个线粒体，而心脏细胞的线粒体则高达5000个以上。在摄取过多的糖类和谷物下，线粒体利用氧代谢葡萄糖产生 ATP 的过程中，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继而会导致线粒体 DNA 突变。早在1924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奥托·瓦伯格博士就发现癌细胞和健康细胞的能量代谢途径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现象现在称为瓦伯格效应。癌细胞中的绝大部分线粒体都存在功能障碍，无法有效地利用氧气，它们缺乏代谢的灵活性，无法代谢脂肪。基于这个原因，癌细胞并不是在线粒体中对葡萄糖进行氧化，而是不断增加细胞质中的葡萄糖含量，依赖发酵获取能量。这种方式的效率非常低下，称为乳酸发酵。托马斯·塞弗里德博士主要研究新陈代谢和疾病之间的联系，他把癌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含有正常线粒体的正常细胞中，癌细胞会停止增殖。在进一步的试验中，他从健康细胞中提取线粒体，用来代替乳腺癌细胞内的异常线粒体。尽管此时细胞核依然存在，但是乳腺癌细胞异常生长和转移的行为都消失了。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意味着，当我们将那些加工食品、糖类、谷物以及其他含有大量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从日常饮食中剔除时，本质上就已经剥夺了癌细胞最偏爱的燃料。生酮少糖可以优化线粒体的功能，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线粒体更加不容易受到损伤，同时也就从根本上减少了那些能够导致癌症的基因突变。当我们开始应对癌症时，一旦机体完成利用酮体的转变，就剥夺了癌细胞的主要燃料。与此同时，机体内的健康细胞可以获得更加清洁和理想的能量来源，降低氧化应激反应，保留抗氧化物质，优化线粒体的功能。综合效果就是健康的细胞开始成长，而癌细胞会慢慢的消失。
生酮少糖为身体带来的第三大好处，减轻炎症。糖类会在机体内诱发炎症，它是一种不干净的燃料，从来都不是我们身体首选的主要燃料。当我们通过糖类代谢产生能量的时候，随之而产生的自由基要比代谢脂肪高出30到40个百分比。Omega 6油脂，特别是那些经过高度精炼的 Omega 6植物油脂，非常容易被氧化，诱发炎症的能力很强，因此需要限制这些坏脂肪的消耗。而那些富含有益健康的脂肪 Omega 3，是我们需要尽可能获取的必需成分，进而改善 Omega 6和 Omega 3油脂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方面，饱和脂肪不容易被氧化，这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中不含容易被氧化破坏的双键。研究证明，从饱和脂肪和单不饱和脂肪这些有益于健康的食物中获取所需的脂肪，减少精炼植物油等富含促炎因子 Omega 6油脂的消耗，降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将有利于减轻全身的炎症水平。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四大好处，改善身体的能量状态。生酮不仅能够改善已有的线粒体状态，还会刺激新的线粒体生成，导致我们体内能量水平的明显提升。与代谢糖类相比，当我们的身体改用代谢酮体来产生能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的自由基数量会少30%到40%。此时只需要利用较少的细胞能量，就可以清除过量的自由基，消耗的减少，同时也代表住增加的所能够提供的净能量。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五大好处，细胞自噬以及线粒体自噬。自噬是身体清除身体内积累的碎片残骸以及毒素的过程，同时也是回收受损细胞组成的过程。当自噬发生在线粒体中时，整个线粒体被消化和清除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线粒体自噬。无论是细胞还是线粒体自噬，都会对机体健康发挥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作用。2016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大鱼良田发现的自噬的驱动机制，在低质量饮食、过多活性氧以及高水平的炎症下，都会抑制自噬以及线粒体自噬。此时受损的线粒体一直逗留在细胞里，持续散发出促炎因子，加速机体的老化过程。也就是说，细胞自噬以及线粒体自噬在控制机体内的炎症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衰老。生酮少糖为身体带来的第六大好处，线粒体的生物发生。线粒体的生物发生是指新的、健康的线粒体能够被复制出来的过程。拥有的健康线粒体数目越多，身体今后的状态就越好。研究结果显示，当身体产生能量的方式转变为代谢脂肪的时候，会刺激线粒体发生。与由糖类提供能量相比，选择由脂肪提供能量的食谱会产生更少的自由基，这个时候线粒体就不必一直忙于耗能跟其对抗，而能够有更多的能量来复制，创造更多健康的线粒体，让身体更健康、更有活力。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七大好处，强化肠道，增强免疫力。藉由摄取深色绿叶蔬菜，可以获得对肠道有益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也是有别于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的糖和谷物的碳水化合物。作为肠道内微生物的食物来源，膳食纤维发挥着许多功能，例如协助消化食物、调节肠道神经系统、协调免疫反应、参与炎症调节、排除体内毒素、帮助排便。它还会在肠道内形成网格状结构屏障，预防病毒、细菌等有害物质及由肠漏症扩散到身体内其他区域，造成慢性发炎。在肠道内的有益菌微生物有充足的纤维素时，它们会产生某些物质，帮助调控身体的免疫功能，甚至还能够改善大脑的健康状况。这些物质有助于增加调节性 T 细胞的数量，能够发挥多种免疫调控作用，包括帮助预防自身免疫反应等。而纤维素不足时，肠道内的有益菌将处于饥饿状态，对免疫系统产生负面影响，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而由纤维素构建的肠道保护屏障也将崩溃，会出现肠漏综合症，导致身体内很多部位频繁出现各种炎症。
研究还发现，如果饮食中富含纤维素，无论由何种原因导致的早逝风险都会降低，包括2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以及癌症等。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8大好处，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无论正餐还是小吃，所有富含精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都会导致血糖水平的快速升高。过多的葡萄糖对于细胞来说都是有毒的。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胰腺会将胰岛素释放到血液中，从而降低血糖水平，使其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胰岛素还可以通过抑制肝脏合成葡萄糖的方式，高效地降低血糖水平。肝脏合成葡萄糖的过程又称为糖异生。不幸的是，如果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持续含有大量的糖类和谷物，血糖水平会反应性升高，久而久之，胰岛素受体会变得对胰岛素不敏感，造成胰岛素抵抗。这个时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完成任务。生酮少糖的饮食方式能够使血糖维持在低水平，使得体内的胰岛素维持在低水平，因而发生逆转，使身体细胞中的胰岛素受体有机会恢复其原有的敏感性。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9大好处，在减轻体重的同时，没有食物被剥夺的感觉。当身体以葡萄糖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时候，利用体内脂肪功能的能力会被处于抑制状态。如果持续供应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还会被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不同的是，生酮反应下，酮体没有被细胞摄取时，将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脂肪细胞自己会产生激素，其中包括瘦素。但是，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进食过多的糖类，储存起来的脂肪就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瘦素水平会升高，而瘦素受体的敏感性却随之下降，最终对健康水平的瘦素产生耐受的现象将会发生，称为瘦素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在身体把葡萄糖作为主要能量来源的时候，脂肪细胞的这种特性就会使我们陷入恶性循环，储存起来的脂肪越来越多，但是却越来越难以被利用。激素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类型决定，而激素跟激素之间的相互交流，在体重以及食欲控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今天所吃的东西控制着激素水平，而这些激素又会告诉身体细胞明天会吃什么。生酮状态指导住身体从储存脂肪向分解脂肪方向转变，同时少了糖类的来源，避免身体陷入储存的脂肪越来越多却越来越难以被利用的恶性循环。最终身体会逐渐减去多余的体重，还不会像其他绝大部分的减肥方式伴随着饥饿感和猛增的食欲。生酮少糖能为身体带来的第10大好处，从对食物的渴望中解脱出来。加工过的食品都含有化学添加剂、额外补充的糖分、精炼油脂以及碳水化合物，非常容易上瘾。由于身体内血糖常常处于剧烈波动，会导致我们往往吃饱了昏昏欲睡，过了几个小时之后，血糖下来了又感到饥饿难耐。相比之下，脂肪天然具有饱腹感，不会有血糖剧烈波动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食用脂肪会相当的饱足，满足身体对食物的渴望。如果身体已经切换到通过分解脂肪提供能量的生酮状态，就可以利用自身储存的脂肪来源源不绝地产生能量。而当我们的身体还是以糖类为主要燃料时，几乎无法利用这部分的能量，血糖一旦降下来，就有进食的冲动。如果身体已经适应了利用脂肪作为燃料，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能够活动了很长的时间才想起食物，更没有必要去应对想要进食的冲动了。